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空腹血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空腹血糖正常，我们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了。我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去医生那里拿化验报告的时候，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老师，我空腹血糖很正常，很开心。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坏消息，空腹血糖跟我们的代谢健康的参考价值很低很低，几乎没有参考价值。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今天空腹血糖的标准是如何制定的，是根据多个国家的大型长期追踪研究数据制定的。严格讲起来，它其实是用一种统计的方式来制定的，长期跟踪大量人群统计的结果，制定了一个正常血糖范围。你的空腹血糖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是不是绝对的代表你代谢健康？不。你的空腹血糖在这个范围之外，是不是绝对的代表你的代谢不健康？也不，因为它是统计出来的。所以单纯的看空腹血糖，你是不能够知道你自己的代谢健康是在什么样的状态的。其实要判断自己的代谢健康，比较简单的方式，也比较正确的方式，是同时看你的空腹血糖和你的空腹胰岛素。为什么我们强调空腹？强调空腹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在我们夜里头睡觉的时候进行修复、进行调整动态平衡的。就好像你的电脑如果出问题的话，你就会关机重开；你的手机如果刷不动了，你就会把手机关机重开，它就恢复正常了，是电脑会复位。那我们人的身体的复位啊，我们的良好的睡眠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复位，所以你睡眠不好，你的复位就不好；睡眠越好，你复位的就越好。所以空腹血糖是我们身体复位以后的结果，它往往是有代表性。可是如果你只看空腹血糖，它参考价值极低。那么这个时候看什么样的数据参考价值才会变高呢？跟着你的空腹胰岛素一起看，参考价值就高了。我个人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医疗机构不喜欢，也不是常规性的给我们测空腹胰岛素，可能是因为我们人体胰岛素的变化比较大，前1分钟测的跟后1分钟测的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医疗机构很难标准化，所以这个数字的参考价值对他们来说就降低了。但是如果我们有过几次测空腹胰岛素的经验的话，这个数值呢参考价值就很大了。我举个例子来给大家说，假设说现在有3个人同时去验血，3个人测出来的空腹血糖都是 5.3 在标准范围里面呢，任何人都会说 nice。 可是如果第一个人的 5.3， 他如果去验他的空腹胰岛素的话，他的空腹胰岛素可能在5啊、6啊、7啊，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说他的代谢健康状态相当理想，因为他胰岛素不高不低，刚刚好在一个很适中的地方，他的血糖也刚刚好在一个很适中的地方，他的代谢健康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相当不错了。根据空腹胰岛素跟空腹血糖可以做这个判断。第二个人他的空腹血糖是 5.3， 这个时候他的空腹胰岛素如果是12、15、18，这个时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的空腹血糖的 5.3 是他的身体利用了很多的胰岛素使他的血糖压下来的，是强压下来的。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他身体非常有可能目前的状态就是比较严重的胰岛素抵抗了，甚至于有可能已经是糖前期了，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更明确的知道他的状态是什么。但是你仔细看一看，这2个人的空腹血糖都是 5.3 了。另外还有一个人，他的空腹血糖也是 5.3， 他去测他的空腹胰岛素的时候，发现他胰岛素可能只有2，这又说明什么呢？有可能这个人的胰腺已经受损了，有可能这个人天生的胰腺功能就比较低下，就是平时我说的 A 型代谢特征的人。那这样的人，他在胰岛素这么低的情况下，他的空腹血糖 5.3 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体质啊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说明他的身体处理葡萄糖的能力很弱很弱。因为我们身体处理葡萄糖是需要胰岛素才能够处理的，如果你身体胰岛素越少，你身体处理葡萄糖的能力就越低。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朋友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根据这个数据制定对他自己最有利的饮食策略，掌握他自己的代谢健康。所以单纯的去看空腹血糖，真的血糖正常不代表代谢健康，要跟空腹胰岛素一起看，它的判断价值、参考价值才真正的提升起来了。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都在比较适中的地方，你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你能不能够长期保持在这个地方。如果你长年累月吃高糖饮食，慢慢的假以时日，你就会发现肚皮变大了。当你肚皮变大的时候，你可以再去测一次了。
你的空腹血糖可能还是 5.3， 可是你的空腹胰岛素可能升到8了。你再过6个月以后，你再去看，它还是空腹血糖 5.3， 空腹胰岛素还是8点几，你就知道这8点几是坐实了，因为胰岛素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数字啊。你测了2次、3次，都证明你的胰岛素在上升，说明你的胰岛素抵抗已经渐渐的形成了。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能够提示你自己需要注意了，那你就是在往糖前期的方向发展了。要了解完完全全代谢健康的人，要发展成为胰岛素抵抗，再渐渐的发展成为2型糖尿病，它可能需要的时间从10年、15年，甚至于有可能20年，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的发展的。在这整个发展过程当中，你随时都可以去关注你的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的关系的，你随时关注到了它出现的变化，你随时可以做出纠正的，你可以随时做出改变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有一天确诊糖尿病了才做出改变。所以参考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价值很大的。如果说你今天去检查你的空腹血糖是 5.3， 而你的空腹胰岛素已经到了9甚至于10以上，我都会提醒你，你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健康正常的人，空腹胰岛素在9以上的已经不多了，往往说明你胰岛素抵抗可能性很大很大了。你在这方面要特别的小心了，你真的要看一看你饮食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不是吃的太多。胰岛素抵抗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可以参考，比方说你的甘油三酯是不是稍微偏高一点，你的高密度脂蛋白是不是稍微偏低了。所谓的稍微偏高，不是正常标准以上叫做稍微偏高，接近正常标准的都叫偏高了。因为我们真正代谢健康的人，空腹的时候我们的甘油三酯往往都在 1.2 1.0 以下的，所以如果你的空腹胰岛素稍微偏高一点，你的甘油三酯也稍微偏高一点，你要强烈的关注自己胰岛素抵抗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如果你发现你的空腹血糖偏低 5.3 5.0 4.8 4.6，然后你发现你的空腹胰岛素偏低，你需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是不是那个怎么吃都长不胖的人呢？如果你是的话，你赶紧来跟我们学习代谢特征 A 型的人应该怎么吃饭，因为你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你身体对营养对热量的需求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你们来关注我们的课，代谢特征 A 型的人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饮食，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有跟大家谈到这个题目的。谢谢大家。